盛大小姐，你最近拿下的顶奢包包可不少啊！整个金圈的人都说你盛玲是最骄纵的红玫瑰，那眼眉随意一挑就能轻易勾走一整片男人的怀。那些男人从2环排到5环，我眼皮都懒得抬一下，没意思。盛大小姐，我这儿倒是有个超级挑战，你敢不敢接？说，我小叔齐金寒，你要是能把他拿下，我车库里那几辆限量版宝贝随你挑，包括你一直想要集邮的那辆红色拉菲，怎么样？齐金寒，骑士财团的掌舵人齐金寒，高岭之花身边连只母蚊子都靠近不了的齐金寒，对，就是他。哎呀，这多少名媛淑女挤破头都碰不到他一脚呢。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把这朵高岭之花给摘下来？我盛玲想要的东西从来就没有拿不到的，你那辆红色拉法我要定，还有你小叔齐金寒。5个6，这不是齐金寒的车吗？别走，帮帮我！这就是赌约的开始吗？也算是挨打正着。高岭之花，就这点能耐？做好了，送你回家。自地下停车场把他送回家之后，我和齐京寒走得越来越近。我会去他的办公室，坐他的私人飞机出差，陪他打高尔夫。他那杆太帅了，简直就是全垒打。那这 Double Eagle 信天翁棒球才叫全垒打。我不管，我饿了，要有这吃好吃的。走。虽然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过恋情，但我以为这个被人奉若神奇的男人已经属于我。
嗯，他的袖扣掉了，正好给他送上去。静涵，刚从温柔乡回来吧？啊，郑灵那丫头，平日里骄纵的像只小野猫，谁都不放在眼里，怎么到了你跟前，就又娇又甜啊？看得我心都痒痒的。你打算什么时候娶她进门啊？床伴而已，怎么娶？不是吧，韩哥，都3年了，你心里还装着那个白月光啊？白月光，齐静涵有白月光。当年我和他分手，他说给他3年的时间，他去试试别人，也让我试试其他人。时间到了，如果还彼此喜欢，我们就复合。他爱闹，那便如他所愿。他要回来了是吗？对，3年了，我试完了，他也该回来了。这3年的缠绵，不是我以为心意相通的瞬间，竟只是齐静涵试试别人的一场试验。齐静涵，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你听到的那样。我们只是床伴的关系，我以为你很清楚。婉婉和你打赌，让你拿下我，她车库里的豪车随你挑。要是你觉得豪车还不够的话，这里有1个亿，就当做这3年的随叫随到。随叫随到。自此，我们俩彻底结束。可是，我对你动心了。怎么这么凉？玲玲，怎么样？还疼吗？终于再次盛开了，宛如灵魂的花朵。再重来一次，也会记得爱你这件事。如果说一点一声，心碎寻找，就汇聚成了汹涌的浪潮，将我彻底淹没。我就是对你动心了。静涵，3年了，我试了，还是只喜欢你，我们复合吧。抱歉，我没有动心。
是你发现所有温柔为你藏匿。他说他没有动心。好啊，很好，我也只是玩玩而已。冷静了。如果爱忘了，就放它走吧。那些幸福爱让它替我到达。如果爱懂了，沉默的代价，不能给我的，请认真陪他。不用想，他肯定精心收拾过，把车上关于我的所有痕迹都抹得一干二净。师傅，跟上前面那辆迈巴赫。大家好。怎么会是他？怎么会是圣衣？我这辈子最厌恶、最不想扯上关系的人，那个顶替我身份、吸血我圣家的假千金。齐静寒，你喜欢谁都可以，为什么偏偏是圣衣？齐静寒，你喜欢谁都可以，为什么偏偏是圣衣？圣衣从小生活在圣家，都以为他是亲生的，直到那一年他的血型和我妈的对不上。怎么会血型不匹配呢？不是说亲生女儿的血型一定能匹配上吗？抱歉啊，盛先生，根据我们的验血报告显示，圣音并非您夫人的亲生女儿。我爸一查才知道，原来我在出生那天就被他在外面包养的小三林婉给调包了。只是我爸这个失心疯的男人，并没有责怪那林婉，反而是将林婉也接到了家里，美其名曰照顾我和圣音。玲玲，以后你就改回跟我一个姓了，叫圣灵啊。你刚从福利院来到盛家，不能没有人照顾你。林婉阿姨是你姐圣灵的亲妈，以后也是你的妈妈，知道了吗？我没妈了，我妈妈在这盒子里面呢。师傅，跟上前面那辆迈巴赫。那样细致入微的体验，是我和他在一起3年都从未得到过的。停车，掉头回家。啊？这不继续跟了吗？我不想看到他们。小姐，我也刚刚被老婆戴了绿帽，离了婚，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说，停车，你不用自作主张。我帮你接听他们，不接就得当场。放心，我会确保你安全的。停车，你这个疯子！依依，
依依，我好害怕。没事，只是交通事故。我先带你去医院。星海，怎么了？是不是看到了熟人？我没事的，我只是磕破了一点点皮。那辆车撞得很严重，里面的人肯定伤得不轻。你去救人吧。都是一些不相干的人，没有什么熟人。你接过来，这边，快点，快点，快点！不相干的人。言落之三，我在他心里始终只是个不相干的人。这个拿过来。好，很好。小心，小心！车打开了，小心点，小心点。盛小姐，你终于醒了，你的伤势不轻，需要住院观察一下，还需要联系一下家属，把医药费交一下。盛小姐，医药费我已经付过了。齐总日理万机，来看一个不相干的人干什么？我不来，还有人来吗？是啊，我还有谁？母亲早逝，父亲偏心，继母虚伪，那个家早已经不是我的家了。这3年是你齐京汉一次次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让我习惯了依赖，让我误以为到了港湾，现在亲手把我推入深渊的也是你。就算没有人来，我也不需要你来照看。是你说的，我们已经结束了。我没那么犯贱。你说不喜欢我，我不会倒贴你。你不会以为我说的动心是认真的吧？随便说说，你把我当床板，我也只是随便玩。永远都会有更好、更年轻的等着我。齐先生，声音小姐那边的检查做完了，一直在等您过去。去找你的白月光，我这边不需要你。我今日来，不是为了别的，是婉婉托付我，要我来照看你。齐总，你放心，我盛灵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和照看。这还是你第一次看我落泪吧？可惜了，齐京寒，你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了。隔壁 VIP 病房的圣音小姐真是好福气，全天候都有人照看着。那齐先生对圣音小姐真是体贴入微，亲自喂饭喂水，还整夜陪护。一切究竟为了什么？齐先生对圣音小姐简直是捧在手心里都怕化了，郎才女貌，让人羡慕。用尽伤人的话去说，都没想能不能舍得回啊。出口之后，我圣灵最大的优点就是爱得起，放得下。从今往后，我绝不会再为齐京寒流一滴眼泪。反正都伤了。
哟，玲玲，你还知道回来啊？这么多天夜不归宿的，你一个女孩子像什么样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偷梁换柱，用自己女儿想要顶替我身份的老鼠人，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也敢配来教训原配正室的女儿。林婉，你给我记住，只要我在这个家一天，你就永远别想抬起头来做人。盛玲，你又发什么疯？没事吧？一回来就搅得鸡犬不宁，你能不能懂点事儿？我搅得鸡犬不宁？是啊，我就是要搅得所有人都鸡犬不宁。你到底要闹哪样？分家产，断绝关系，如你所愿，我再也不来纠缠你们。断绝关系？你胡说什么？你一个女孩子家，离了我你能干什么？留在这里，这里才是你永远的家。我们才是一家人。盛明红，你别演了，你、他，还有盛音，你们三个才是一家人。我妈妈走了之后，我就没有家了。不要再提你妈！当年要不是她强权豪夺，我也不会和林婉分手。她可是我的初恋，却被迫转嫁他人。荒谬，可笑。盛明红，你别以为我从小不在这个家我就不知道，当初是你创业急需资金，走投无路，连饭都吃不起，是你主动去找妈妈，跪着求她，只要外公投入资金，你就娶她，会对她一辈子好的。他给了你所有的钱，还有所有的爱，甚至还在车祸当中用自己的命救了你的命。你胡说！你就是这样对你的父亲的。我这些年给了你好吃的好用的，你一屋子的名牌包包和衣服，哪样不是我提供给你的？我的这些东西都是我妈还有外公提供给我的，跟你有什么关系？盛明红，你在我妈尸骨未寒的时候，转身就娶了这个假千金的母亲，你所谓的初恋接到家里了，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爸爸知道你对这个家有怨言，我只要我自己的那一部分。好，这样，爸爸先给你500万，你出去散散心。500万，盛明红，你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靠着我外公的资金，我妈的嫁妆，你拿着他的钱养这个小三和私生女，住着他的房子，却用500万打发他的亲生女儿，你的脸呢？你到底要多少？直说。3个亿，还有50%的股份。你疯了！这不可能！你这是要掏空半个盛世啊！不同意也行啊。这里面全部都是易燃的烟花和爆竹，一点就着。别想跑，你们跑不过尹仙。要么签协议，要么一起死在这里。疯了！你疯了！是啊，我就是疯了，被你们逼的。
你简直不可理喻！好，我签。好了，现在赶紧把那些烟花弄走，易燃易爆的，太危险了。放心，那些烟花爆竹我早就泡过水了。骗你，毕竟你当初也是这样骗我母亲结婚，不是吗？有其父必有其女嘛。你站住！你姐姐今天就带男朋友来吃饭，之前你怎么弄我不管，这一次你必须给我好好的把这顿饭吃完。她男朋友是齐京寒，齐家在京师是什么地位你也清楚，我们得罪不起。齐京寒，收起你那身反骨，别给我惹事儿。她今天就要以她男朋友的身份登门了吗？爸妈，我回来了。茵茵，多吃一点，来。茵茵啊，你跟齐先生是怎么认识的？说给妈妈听听。是在一次慈善晚宴上，我看到一只流浪猫困在树上，想去帮它，结果不小心差点摔倒。是京寒接住了我，后来他就要了我的联系方式。声音从小讨厌小动物，小时候甚至欺负过我的猫，怎么可能主动去救猫？分明是他故意设计的戏码。玲玲，你呢？这些年交男朋友了吗？什么时候带回来给我们看看？带回来？那可不行。为什么？因为太多了呀。我不像你这么没魅力，3年了才带过来一个。我呀，身后追我的人能从这里抬到法国巴黎，实在是带不过来。沈凌，茵茵不需要和任何人比，在我心里没人比得上你，你是最好的，无人能及。无人能及，好一个无人能及。齐京寒，你要记住，是我不要你的。玲玲，一个人在这儿吹风啊？其实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圈子里的人都跟我说了，这3年你和京寒之间的事。说实话，刚知道的时候我还真有点担心呢，毕竟我的玲玲妹妹这么漂亮，哪个男人会不动心呢？可惜呀，白长了这么张脸。你妈妈争不过我妈妈，你呢也争不过我。这3年不过是我给你的施舍，现在正主回来了，你这个赝品该退场。施舍？盛宴，你是不是在国外待久了，忘了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一个靠着肮脏手段抢我身份的假货，靠着博可怜才能抓住男人的可怜虫，
也配在我面前谈诗诗？你胡说！你妈捡我妈不要的垃圾，你抢我不要的男人，你们母子俩还真是血脉相承，专捡别人剩下的东西。你什么你？你是不是以为你赢了？不过是我挑剩下的不要的男人，你还当个宝似的到处炫耀，分明是他不要你。圣音，你的演技也就这样了。爷，妈，不怪玲玲，是我没站稳。你都这样了，还帮他说话？逆女，你又干了什么？既然锅都扣在我脑袋上，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要干什么？逆女，住手！刚刚不是我动的手，不过现在是了。伤了人，你就想走？就凭你，也配拦我的路？盛董，令家千金做出这种行为，如果你不管管他，我是绝对不会罢休的。我一定好好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逆女！你这个逆女，大逆不道，还出手伤人！来人，把她拉到祠堂去跪着！我要让她……你要造反吗？连我的话都不听了？盛明红，我今天回来就办2件事：第一，分家产；第二，断绝关系。盛明红，你对不起我妈妈，也不配做我爸。从今天起，我跟你断绝关系。把他给我抓住！把他带到盛家祠堂，下跪反省。那个清寒啊，你看这样惩罚够不够啊？太轻了，我看书房挂着一根马鞭，应该不是摆设吧？听见没有？把他拖出去，先打30鞭，再送去祠堂下跪反省。没有我们的允许，不准起来。正好，跟我妈的那巴掌一起打。就凭你，也配提我们盛家祠堂？还想让我去跪祠堂？你这种道德败坏的小三，要是被我们盛家的祖宗知道，都要半夜爬出来敲你的房门。你胡说什么？走啊，那我们一起去盛家的祠堂看一看，我看你敢不敢在我们列祖列宗的面前说清楚当年的账。我也要跟你好好算清楚，我妈是不是被你逼死的？没有的事情！你疯了，盛灵，你疯了吧你！你们几个还不快动手！胜利小姐问你问题呢，你先回答。你说什么？我说胜利小姐在问你问题，你要先回答人家。你懂不懂礼貌？我不懂礼貌。现在是在讨论礼貌的问题吗？你们几个赶紧动手，把他拿下！他们不想干了。好，你们也活腻歪了是吧？我，盛伯伯，你要不要看清楚我们几个是谁？京城洛氏洛恩佑，沈家沈燕慈，苏子苏玉慧，顾家顾君庭。这你们洛家是要与我盛家为敌了？与你为敌，你也配？你敢动他一根头发试试，我让你们盛世一夜破产。陆恩佑，这是盛家的家事，你这未免管得太宽了。盛林小姐的事情就是我的事。齐总，你的白月光不过是个赝品，
也配跟圣灵小姐相提并论。我们走，圣灵小姐，我们答应你的守护者游戏已经结束了。从今以后，我不允许任何人再伤害你。你的仇，我来替你报。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我都会让他生不如死。我要的从来都不是瞬间，而是那个我要的未来，你就是终点。结束。圣灵，游戏才刚开始，齐静涵，你好好看着，你所珍视的一切是如何一点点破碎的。来嘛，齐先生，再喝一杯呗。好，干杯。齐总，好兴致啊！这里不欢迎你们。盛小姐，今天的打扮很用心嘛，可惜……怎么回事啊？不是，怎么回事？你干嘛呢？这样怎么泼人家水啊？罗英，这个疯子！这人谁呀？你认识吗？这只是刚开始，我会让你亲眼看着你的白月光变成笑话。你放心吧，不落到我身上。来，来，干杯！刚才那一泼实在是太痛快了。明天京圈头条预定。齐静涵不会善罢甘休的。我等着。散了，下一场去哪儿啊？开始吧。已经联系了6家做空机构，盛世集团的负面消息3分钟内全部放出。盛明红那个老狐狸，怕是还没反应过来就要跌停板了。京圈已经放出消息，谁敢帮盛家，就是与我们4家为敌。我要让盛明红知道动圣灵的代价。不请我进去。嗯。这是什么呀？盛世股票已经开始暴跌，不出3天，盛明红肯定会来找你。不出3天，盛明红肯定会来找你。你动作太快了。这才只是刚刚开始。说说你的计划。我打算用我妈留下来的设计稿，创立自己的品牌。
打造成高端系列。可以，洛氏会为你提供所有资源。我想靠自己。你自由飞，你放心，线在我手里握着呢。那就要看看你放风筝的技术怎么样，放不好别弄伤自己了。那就试试看，到底是谁牵着谁的线。盛世最大的客户陈氏集团今天约了签约，10点钟在盛世总部。不过，那陈总现在正在来我们洛氏的路上。很好，告诉陈总，洛氏愿意让你3个点，条件就是立刻终止与盛世集团的所有合作。都已经谈妥了。另外，这是你要的东西。盛英高中时期欺负猫咪的照片和视频，保存的还挺完整。盛世当时花钱压下来了，但原始资料还在。立刻放出去，找几个营销号，把盛英心理疾病这个词条买上热搜。需要控制舆论方向吗？不用，让舆论发酵的越厉害越好。我要让他身败名裂。估计有人要哭得很惨了。咱这也算为当年那只猫咪报仇雪恨了吧？盛英的丑闻，这是你做的？不止这个，盛世刚刚最大的客户也被我截胡了。盛小姐，给我来一杯你珍藏的红酒呗。你动作太快了，盛英当年这种丑闻都能被你挖出来，应该花了不少心思吧？他抢你身份，抢你父亲，抢你男人，给他尝点甜头是应该的，这只是个开胃菜。那我坐等看戏。你放心，我会让他们跪下来求你原谅。我不需要他们跪着。你需要，就当是我给你马上要开的新公司送上的一份贺礼。你这样做会不会把自己也拖进深渊？毕竟真惹急了齐星寒，他也不是善茬。我已经在深渊了呀。现在我要把他们全部拉下来陪你。骑士一定会越来越好，感谢这么多年对我们公司的照顾。感谢你们见证骑士的成长，骑士会越来越好。今天是骑士集团的周年庆，可是个大喜的日子。齐总、盛小姐，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啊？这可是喜上加喜。你说笑了，不过我们确实准备订婚。是他们几个呀？什么情况啊？来人！静涵，别动怒。姐姐，你结婚这样的大喜事，怎么不给妹妹发请帖呀？玲玲，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你何必什么？何必来拆穿你的假珠宝 VCA 的限量款？可惜是赝品。
会啊？我是叶明啊。盛灵，注意你的分寸。齐总急什么？你是不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在一起3年？盛灵，你还要不要脸？不要脸是你的，刚刚被我甩了，转头就跟我的姐姐勾搭在一起。齐星寒，你还害不害臊？我为什么要觉得害臊？既然你要把我们之间的私事放到台面上来讲，那我就不用顾及你的感受了。看来齐总是不想。盛灵，今天我要当着大家所有人的面，非常清楚地告诉你，你只是我的一个床伴而已。这都敢说呀？啊，只是我无聊打发时间的一个玩具。他说的是真的吗？原来是这样。没想到。所以请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来纠缠我？笑话，怎么事情到了你嘴里就变了味儿了呢？明明是我和你的妹妹齐婉婉打了个赌，顺手推倒了你。你妹妹输给我的那辆拉法，现在还在我的车库里停着呢。啊，是的呢，我在圣灵的车库里见过那辆拉法。原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都说齐星寒是金圈的高岭之花，没想到被最明艳的金圈玫瑰给拿下了，最后还是被无情甩掉。对的呢，这就都对上了。这齐星寒被甩了之后啊，找了圣灵的姐姐圣音做替代品呢。你说谁是替代品呢？你说谁是替代品呢？你当你是谁啊？敢对我指手画脚？要不是你们给我发请柬，哭着喊着要我来参加你们的宴会，我还不想来呢。没错。够了！今天是我骑士周年庆，不要聊私事。好，那我们就聊聊公事吧。我听说骑士最近在聊一个城南的项目，巧了，昨天我们洛氏刚好签下那块地。你们静寒，别中了他们的计。既然齐总送给我们城南这么大一个项目，那我们自然要在骑士周年庆这么重要的日子，当然要回馈一份厚礼了。啊！你快看，不，关掉！真的假的呀？这是？是呀，这怎么什么情况？要是真的，太没有人性了吧？别激动呀，声音小姐，我又没有想把这些照片和视频播放出来。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是来送礼的呀。这些资料放在我这儿可不太安全，万一哪天被一些记者呀、媒体呀给偷走泄露出来，那可就不好了。是啊，所以我们是来把他们交由你们自行处理，免得到时候又来说是我们栽赃陷害呢。没错。我再说一遍，这里不欢迎你们。来人，把这些不速之客给我赶出去。看来齐总不太喜欢我们这份大礼啊。齐总，这就急了，那我来给你加点料。我告诉你，偷来的终究是要还。你是不敢面对我，还是不欢迎我？玲玲，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以前是犯过错，但是我已经改了。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咱们不能给盛家丢脸。以后咱们姐妹俩好好的。什么咱们？谁跟你是咱们？谁跟你是姐妹？
你托我抢我父母时，抢我身份的时候，可有想过今天？圣灵，注意你的言辞。齐总这么着急维护他，那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在我的床上，你对我说什么？你现在说这些，有意思吗？有意思，当然有意思了。你在我的床上对我说：“圣灵，我会对你负责的。”好一个负责呀！负责到转头带着我的姐姐参加宴会，在我车祸的时候抱着她弃我扬长而去。齐星寒，你就是个神渣！不好，天哪！怎么这样？哎呀，真是活该！净说这些没用的，事实情况就是，你圣灵才是被遗弃的那个。你就是那个 loser。来人，把他们给我赶出去！我看谁敢！这气场，不愧是骆家掌门人，四大家族得罪不得。可齐总也不是吃素的，看来今晚要出大事了。我敢把他带过来，就不会怕你。陆恩佑，你不会真以为金圈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吧？那齐总，不妨听听这个。静涵，不能让他放。爷爷，齐君寒最喜欢单纯善良的女孩，你要假装去救那只猫，在她面前摔倒。妈，你放心，这种把戏我最拿手。什么高岭之花，还不是要被我玩弄于股掌？声音，你一直在骗我。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这些都是伪造的，伪造的。伪造？圣音啊圣音，前2天新闻说你虐猫的视频，你说是合成的，现在的录音，你说是伪造的。既然这样，我不介意爆更多的料。够了！这是圣衣小姐呢，在国外一所权威医院开具的心理测试诊断报告。报告表明，圣衣小姐可是患有严重的反社会性人格障碍。这我不应该关起来吗？没想到他是这种人，真是留下来，快点！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就是，齐总这次看走眼了，这也太坏了。人不可貌相。声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这样的。姐姐，你就别藏着掖着了。我查过你的出入境记录，你根本就不是主动回国的，你是因为严重的心理障碍被遣送回国。不是的，我不是。静涵，你别相信他们，我是真的爱你。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伪造的，他们都是故意的。而且就算真的我有病，你说过，无论怎么样，你都会爱我的，对不对？对不对？
真的爱我，我看你是觊觎其他的这个位置。哎呀，真是活该。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我就，哎呀，你说这陈闹的这，哎呀，京圈该变天了，你们还捧齐金寒臭脚呢？醒醒吧！以后圣灵就是规则，逆行者死。真是可笑，竟然还留着这些他送的东西。是不是该给我把钥匙了？要不然你家门铃迟早会被敲坏的。弄坏了，你可得赔给物业。行，那我明天就把物业给收购。今天我在齐金寒那玩了把大的，怎么不请我进去？怎么了？这些都是齐金寒送的吧？还留着，看来是我太仁慈了。这些都是限量款，丢掉了，可惜了。Can you take it? Reason for patience. It's gonna get messy, but open your eyes on their right. He says I've changed. Are you saying before you admit to me? I will erase your memory of the towers you built so far. 剩下的我会全部捐给慈善机构，用来拯救大山里没钱读书的孩子。以后你所有的包包、衣服，我洛恩佑全部承包。记住，从今以后，你只能为我哭，为我笑，为我恨。大清早的，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昨晚在你那里睡得不是很好，出来吹吹风。昨天晚上是你非赖着不走的，非要睡我家沙发的。你再说话，弹爆你的脑袋瓜子！老板，你行行好，赏我点钱吧，我已经3天没有吃东西了。先生，我怕弄脏您的手，您扔给我吧。让开！
妈，你听我说，昨天罗恩又带着圣灵那个贱人去骑士桌年庆大闹，那个贱人圣灵太过分了，你可得让爸管管他。金涵那边我解释了很多，他缓和了一些。我们分手吧。您的账户涉嫌洗钱，已自动转账。您的订单即将超时。你长没长眼睛啊？知道我这是什么车吗？把你妈的都赔不起。有钱人了不起啊！这钱都是你安排的？当然不是，我保证，我跟这的人都不认识，包括那名流浪汉。我只是不小心弄丢了1枚硬币罢了。有钱人了不起啊！你敢打我？我要报警！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可是齐静涵的未婚妻。不许报警！什么他妈的骑士集团，再让你们这些有钱人欺负我吗？你干什么？你放开我！今天老子就是齐静涵，你不是我未婚妻吗？跟我走！放开我！救命！走！你要带我去哪儿？你放开我！救命啊！你干什么？今天让你们也尝尝被逼上绝路的滋味。过来！你放开我！你别动！你知不知道我是谁？还不放开我！都是因为你们这些有钱人，我女朋友跑了，我的钱被骗光了，现在就连我的工作都要丢了。你想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钱？我现在有钱还有什么用？先在外面等着，不要让圣灵进来。是。别过来！罗勇，救我！快救救我！他要杀人！盛小姐，这是巧遇啊！你快帮我解开！这个疯子他要杀我！求人嘛，就得有个求人的态度。你到底想怎么样？听说你最近过得不是很好啊？你的丑闻视频，涉及齐静涵的录音，需不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你做过什么？竟敢无视我，去死吧！别过来，不然我杀了他！不要！救命！别冲动，你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盛妍小姐，是时候该做出选择了吧？我都说，我真的，你让他放开我！说吧，我听着。是我妈林婉，从我出生的时候就把我和圣灵调换了，我顶替了她的身份，在盛家生活了20多年。继续。还有，他母亲的死因，那场车祸不是意外。是我妈在她的刹车片上做了手脚，
盛音，你们对我妈做了什么？证据已经在我手上了，你放心，我会把他交给法律制裁。带走。走。别忘了，你以前是最能耐、最张扬的金圈带刺玫瑰。原来罗恩佑他做的这一切，都是在帮我找回曾经的自己。从今以后，做回真正的圣灵。各位来宾，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重生的故事。这些设计稿隐藏着一个女人未尽的梦想，今天我要让他们重见天日。我们的品牌凌月并不仅仅是一个时尚品牌，它更是每个女人活出自己的宣言。我们女人不需要依附任何人，也不需要为谁改变自己，我们只需要活出自己最好的模样。在商界，实力才是硬道理。路上虽然有阻碍，但我们骑士集团今年将依旧领先行业内。啊！天哪，真的假的？不可能吧？你说什么？磁性链断裂？这不是真的，肯定是有人故意。一定又是你在暗中搞的鬼！你有空在这无能迁怒我，不无能狂吠，不如想想怎么面对你的股东们吧。齐总，公司总部被人砸了，都是破产股东，还有董事会非常生气，各大股东都已经撤资了。一定要做的这么绝吗？罗恩佑，你看他求饶的样子多可笑啊！既然如此，大可鱼死网破。咱们走着瞧。把那些资料全部都给我发出去。对，就是他们海外的那些项目。哼。齐京寒开始反击了。他们在海外收购了几家媒体，正在大肆的报道我们的负面，同时做空我们。看来他这些日子也没闲着，暗中布下了不少局。先坐下吧。各位，有些人的手段向来都不堪不敬，他们如此针对我们骑士集团，这是在恶意操控市场，这是违法，更是犯罪。我操！市场会这样？罗佑，你说是犯罪吗？这种手段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会。这些年在海外，你们四大家族做的那些事，当真觉得没有人知道吗？京城向来都不是一个家族说了算，就算你们四个家族联合起来，在我眼里不过是个笑话。他在海外的项目上做了手脚，
买通了几个关键人物。查，舆论开始发酵了，需要立即危机公关。先回去吧。怎么？现在醒了吗？你看，给他个坑，他真往里跳。好戏才刚刚开始，该你上场了。说完了吧？该我说两句了。各位，是啊，这里都是齐京韩和盛天近3个月的资金网投资，其中包括齐京韩挪用公为盛天购买海外资产的确凿证据。各位，就算落实在海外有违规，那也是为了赚外国的钱，挣的是外国。而你齐京韩打着 CEO 的幌子，中饱私囊，咬金丝去，你根本就不配掌控齐氏集团。有些人以为女人好欺负，殊不知最锋利的玫瑰，往往带着最致命的刺。原来是这样。这不是活该吗？怎么弄成这样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好好的一个公司就整成这样，真是。知人知面，股价怎么跌这么厉害？齐总，董事会要求您立即辞任 CEO， 否则让你别再出现了。齐总，你的帝国坍塌了，就像你当初辜负圣灵的心一样，这才叫真正的身败名裂，生不如死。星海，别怕，我们盛家会全力支持你的。现在已经在出手，之前购入的骑士股票，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稳住。你说的是真的？之前是我做的不对，但是我是真的想好好跟你在一起的。好，等我稳住局势，我一定就娶你。真是感人呐，齐金寒，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盛世现在买入你们骑士的股票，不过是想要趁火打劫，抄底骑士。贱人！申小姐，你猜猜看，我接下来会打出什么样的牌呢？什么？又跌了？怎么可能？不是说好今天会反弹的吗？盛总，骑士股价已经连续3天跌停，我们投入的5个亿，现在只剩下不到1个亿了。都是你这个蠢货出的好主意。爸，我也是为了盛家好啊，当时骑士股价那么低，正是抄底的好时候啊。明红，茵茵她也是好心，谁知道陆安佑那个疯子会继续打压骑士股份啊！好心，他是为了那个齐金寒，为了讨好那个已经一无所有的废物。看看啊，看看我们盛家现在成了什么样子！流动资金全被套牢，供应商天天上门催债。这能怪我吗？要不是你们当初让我去刻意接近齐金寒，我会到现在这个地步吗？齐总，不对，现在应该叫您齐先生。齐先生，经董事会表决，你现在已经不再适合担任齐氏集团的 CEO。我为公司付出了这么多，你们就这么对我？哼，付出？你是说挪用公司资金去讨好那个圣婴，还是说让骑士股价跌到历史最低点？请你现在就离开骑士大厦。至于你个人的物品，我们会安排人给你送过去的，把他带走。好，
很好，你们会后悔的。哼！我们继续，继续，是啊，静涵，静涵，静涵，你来干什么？静涵，我爸把我赶出家门，我只有你了。要不是你，我会落到这个地步。我现在有家不能回，只能沦落到在这里吃泡面。你现在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当初是你说的，要给我最好的生活，那些钱你说好的是给我们的，谁知道来的这么不干净？那我不得想办法争取多赚点钱吗？钱，你就知道钱。从一开始你就是在骗我，你就是奔着钱来的。当初真是瞎了眼，看上你这种女人。你混账！你敢打我？你给我滚！不对，这一切都太过巧合了。从初中开始就，这怎么可能？这些年，他一直都在布局。从圣衣遇到的那只猫，再到我堂妹去怂恿圣灵来接近我，这一切看似没有关系，但又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刘恩佑简直就是个疯子。明红，你倒是说话呀！现在该怎么办？骑士股价跌得这么低，我们投进去的钱全给套住了。现在供应商天天堵在门口，银行也来催债，我们盛家难道真的完了吗？不可能，一定还有办法的。圣灵那个贱人，罗恩佑那个疯子，我不能就这么认输。苏秦的设计手稿，那个死了多年的女人留下的。爸妈，我们有救了！我找到翻身的筹码了。爷爷，你找到什么了？你们看，这是苏秦当年留下的设计手稿。我记得他就是靠这个起家的，在海外还拿过奖。这些设计现在看来都不过时啊。这是苏秦的，他当年确实……哎，等等，圣灵那个小贱人，不是在用他妈的名头搞什么灵韵品牌吗？如果这些手稿的版权在我们手里，对，我们可以抢先注册版权，或者拿去跟齐京韩谈合作。现在他一无所有，这不正是他所需要的？我们联手打圣灵一个措手不及。没错，依音说的对，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好，很好。圣灵，罗恩耀，游戏才刚刚开始。静涵，静涵，静涵，你来干什么？滚！等等，静涵，我是来帮你的，也是帮我们自己。你看这个，这是我妈苏晴当年留下的设计手稿，非常有价值。静涵，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圣灵和洛恩又把我们逼到绝境，但是我们还有筹码，用这些手稿，我们可以联手
你可以东山再起，我们可以一起反击。联手？声音，你，还有你那对父母，除了拖累我，还有骗我，还能干什么？上次盛世集团股票的事，我还没有找你们算账。这次真的不一样，静涵，你看看这些手稿，苏晴当年的名气你不是不知道，这些手稿有非常大的商业价值，只要我们抢先注册版权，或者推出系列产品，就能狠狠打击圣灵的灵韵品牌。声音，你给我听好，这次你要是再敢骗我，或者耍任何花样，我会让你生不如死。不会的，静涵，这次我们一定能赢。一会儿这个邮件我发给你，你帮我改一下。行。这款领口的细节再调整一下，要更突出我妈设计里的那种流畅感，发布会必须完美。好的，我们马上修改。好，你再改一下。妈，你看，灵韵就要成了，我会让所有人都记得您的名字。圣灵，出事了。怎么了？是齐京寒那边又搞了什么小动作，还是圣音？齐京寒抢先注册了你母亲的设计版权。他怎么敢？他动作很快，利用圣音提供的部分手稿，抢先在国际版权局注册。如果灵韵继续使用这些图纸设计，那就是侵权。无耻，偷了我妈的东西，还敢过来反咬一口。妈，对不起，我没有守住您的东西。别急，我有准备。你打算怎么做？声音在找到稿件的时候，我就料到齐京寒不会安分。他现在已经一无所有，这是他能想到最快的反击方式。发布会不能停，雷云是我的心血，更是我妈的遗愿。齐京寒想要版权逼我低头，他是做梦。注册版权是第一步，接下来他可能会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直接推出晴空系列，直接对标灵韵。那就让他来，我倒要看看谁更配得上苏晴这2个字。我查过了，齐京寒注册版权是基于部分手稿，但苏阿姨的原创设计有特殊的印记和日期，他们伪造不了。盛明红给他们的恐怕不是全部。你是说我爸还留了一手？盛明红这种人，他是不会把手里的底牌全部交出去的，他手里应该还有真迹。所以版权战的关键在于证明他们手里的是伪造品，而我们的是真迹。没错，我会带人去盛家，把剩下一部分的手稿全部拿回来。你呢，就安心筹备新品发布会，别让外界看出波动。陆恩佑，你帮了我这么多，到底图什么？我说过，你的仇我来报。齐京寒动你，就是在动我。好，那我们这次一起玩波大的。放心，我会让齐京寒知道，注册版权不是护身符，是催命符。
发布会继续，我会调整展品的次序，先推出别的系列。至于我妈的设计，等我拿到真迹，再给齐静涵致命一击。这才是我认识的圣灵。谁让你们进来的？洛恩佑，你这是私闯民宅！盛董，还是先看看这个吧。这是盛氏近3年的偷税漏税报告。如果我把这个交给税务局，盛氏会怎么样？盛董应该很清楚吧？你到底想要什么？苏阿姨生前的设计稿和日记交出来。那是盛家的东西，那是苏阿姨留给盛灵的遗物。我这条命是苏阿姨救的，10年前如果不是因为她，我可能早就……孩子，醒醒啊，醒醒！没事了，孩子，别怕，没事了。你欠他的，欠圣灵的，我会一点点讨回来。在保险柜里。记住，这只是刚开始。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今天的莅临。今日骑士集团将推出高端定制系列晴空。齐总，这些设计与近期圣灵小姐创立的灵韵品牌颇为相似，请问这是巧合吗？这么巧呢？晴空系列的设计版权已由骑士集团正式注册，我们始终坚持原创，绝无抄袭之说。但有消息称，这些设计源自已故设计师苏晴女士的遗作。这是无稽之谈。我们骑士集团拥有完整的设计版权，任何未经授权使用这些设计的商业行为，都将面临法律诉讼。您的意思是，圣灵小姐的设计是抄袭你们的是吗？我们会严查此事，一旦确认，将会对侵犯公司利益的企业进行提起诉讼。另外，我想提醒在场的各位设计师们，我们要尊重原创，尊重版权。今日起，
晴空系列将正式接受预定，我们将以最优渥的条件欢迎各位合作伙伴。还有这里，记得改一下。哎呀，看你看这个，麻烦了。说我不抄袭，这怎么可能？盛总，刚刚接到通知，齐氏集团推出的新品晴空系列设计风格与我们准备的发布会新品高度相似。动作真快。盛总，李总来电话要取消预约订单，他说齐氏开出了比我们更加优惠的条件。还有谁？盛总，张氏集团、王氏企业都来电话要求退单，理由是担心版权纠纷。统计一下，目前的退单数量已经到达总量的60%，而且还在增加。通知市场部暂停接受新订单。可是这样下去，我们的发布会照常进行。通知市场总监，现在来我办公室一趟，立刻。齐星还以为这样就能打垮林月，天真。现在立刻调整发布会展品顺序，把 B 系列提前，原来主推款系拿下。可是盛总 ，B 系列还不够完善，那就让它完善。24小时之内，我要看到方案。各位记住，凌云不会因为这一点小挫折就倒下。现在，各就各位。齐静海，你以为抢注版权就能赢？游戏才刚刚开始。栾佑，我需要你帮忙，尽快。Questions down to this girl, doubt is lurking in the room. The tune is sitting knows the way I choose. What's the point once you're dead in this game? I'll take your head. Deceive yourself before the word you've seen. I'm acting up. Don't I get so pretty when I'm trying to be seen? Say you're gonna love me like you like. 这里的线条要更清晰，我们的设计理念要突出。可是盛总，时间太紧，那就加班，2倍的加班费。我要在明早看到成品。好。各位，我知道现在很难，但是我们知道凌云不会就这样认输。我们要让别人知道，真正的设计从来不是靠抢注版权就能偷走的。对。怎么不休息啊？今天又退了17个单子，皇室的单子也撤了。意料之中，齐齐海也不是善茬。如果他们没有任何对策，那才奇怪呢。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他会这么做？商场上，这些手段很常见的。那你的手段是不是会比他更厉害？你是不是想说，我的手段是不是比齐静还更加可怕？是。你让沈燕慈收购了盛世3个客户的股份，逼他们站队。顾君婷在海外截断了齐氏3条供应链，苏逸恒甚至直接。我是想说，你的手段太极端了，我有点担心。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可我们现在跟齐京还有什么区别？赶尽杀绝，不留余地。
我只是想拿回我妈的东西，堂堂正正的赢。可是现在，在这个圈子里，从来都没有堂堂正正的赢，要么赢，要么输。我不想这样。你应该记得，这些奇迹还是怎么对你的。在商业上，永远都是利益为上，在感情里面也是如此。如果你没有价值，那就是累赘。你也会变成他那样吗？如果是的话，我圣灵向来都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你可以走了。圣灵，你太天真了。明天就要开庭了，琪琪还是要置你于死地的。或许是你太偏执了。今晚我睡客房。我偏执，是我等你太久了。被冬天遗忘的胸，我的思念多分重。现在开庭，审理齐京寒先生诉圣灵女士著作权侵权一案。法官大人，我方已提交晴空系列设计版权登记证书，证据证明被告人圣灵女士创立的灵韵品牌涉嫌抄袭我方注册作品。法官大人，这款设计源自苏晴女士遗作，我方已提交苏晴女士生前手稿作为证据。原告方对此有何解释？法官大人，所谓苏晴手稿尚无明确创作时间证明，而我方版权登记恰恰是具有法律效应的，并且我方还有人证。请证人出席。证人圣一，请问你是否见过被告所谓的苏晴手稿？是的，但是这些手稿是近期发现的。我整理我母亲苏晴的遗物时，并未发现这些设计。反对，法官大人，证人与原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反对无效，请继续。我知道，说出这些真相会让妹妹难过，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有人要利用我母亲的名誉。母亲？你根本不是她的亲生女儿，你也配叫她母亲？被告人，注意你的言辞。请问证人，你认为这份手稿的来源是？我怀疑是有人为了商业利益刻意伪造的。法官大人，这恰恰证明了为何灵韵设计与我方的注册作品如此相似。我觉得有一点的照片，我觉得不是，确实很像这个，做什么场戏都是基本上就是一样的。真是。苏晴，我才没有伪造。法官大人，我方请求传唤笔迹鉴定专家。同意请求。法官大人，笔迹鉴定结果显示，被告人提供的手稿与苏晴女士生前的笔迹存在明显差异，这充分证明被告人涉嫌伪造证据。被告方对此你们作何解释？法官大人，这不可能，我们……法官大人，请允许我提供新的证据。你是陆文佑，苏晴女士遗嘱的见证人之一。准许提交。这些是苏晴女士的原始手稿，每张手稿的右下角都有苏晴女士特有的印记，一朵绽放的兰花，也是她独创的防伪标记。更重要的是，这些手稿使用的是一种隐形的墨水，在紫外灯的照射下会显示创作日期。
这些日期远早于原告的版权注册时间。这不可能，这些证据都是伪造的。申怡小姐，你刚才作证说从来没见过这些手稿。是的。那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手稿上面能检测出你的指纹呢？你胡说！法官大人，我申请对证人做伪证一事进行调查。他怎么能这样？胆子这么大！请证人继续提供证据。法官大人，我请求当庭播放一段视频证据。在我清醒的状态下立此遗嘱，我名下所有的手稿以及版权均由我的女儿圣灵继承。这是经过公证的遗嘱原件，与视频内容完全一致。同时，我将提供银行保险柜的开柜记录，证明真迹一直妥善保管，从未外流。原告方对此你们有何解释？我们被盛明红给骗了。法官大人，我也是受害者，我事先并不知道。申怡小姐，你刚才做伪证的时候可是信誓旦旦的呀。经过审议，本庭宣判：一、确认苏晴女士遗嘱合法有效，所有设计版权归圣灵所有；二、季金涵立刻停止晴空系列的生产销售，并赔偿圣灵相关损失；三、圣婴作伪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谢谢法官。圣灵，你别得意的太早。完了，全完了。完了？可没那么简单。你还想怎么样？法官大人，我代表圣灵小姐追加起诉其生父盛明红，在苏醒女士去世之后，利用其监护人的身份恶意侵吞本应属于圣灵小姐的全部遗产。这是诬陷！我是圣灵的亲生父亲，怎么可能侵吞自家财产？请看这份文件，在苏醒女士去世前3个月，就已经与你签署了离婚协议，你们早就不是夫妻。反对！即便离婚，财产也已分割完毕。苏晴去世后，遗产理应由圣灵和盛明红共同继承。我的当事人作为父亲及监护人，代为管理财产，合情合理。林良，你就这么恨父亲？那些钱可都是为了培养你，为了咱们这个家呀！照顾我，究竟是为了照顾我，还是为了你的新家庭？法官大人，这是第2组证据。银行流水清晰显示，圣灵名下2000余万元均被转入林婉圣婴名下，用于购买圣婴名下房产。转账或属家庭共同开支或赠与，不能直接认定为侵吞。那圣灵母亲亲笔的遗嘱呢？上面写明了，她所有的财产均由圣灵一人继承，任何人不得侵占。你一直都清楚吧？你故意隐瞒，对不对？不，这遗嘱是假的。法官大人，苏晴立遗嘱的时候已经神志不清，我要求做笔迹和精神鉴定。现在就原告提交的遗嘱实质性，请书记员鉴定。经过笔迹鉴定，此遗嘱系他人模仿伪造的可能性较高。法官大人，这充分证明了原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法官大人，
我方申请传唤新的证人，苏醒女士生前的特别看护刘护士，请证人入庭。我照顾苏女士，直到她去世立遗嘱那天。苏女士虽然虚弱，但意识十分清醒。是她亲自联系律师，并明确表示，所有的财产只留给女儿盛玲，一分都不能给盛先生。刘女士，据我所知，你因私下收患者家属红包曾被医院处分，你的证词可信度有多少？而且你是否在不久前收到过一笔来自骆氏集团的匿名转账？我没有。法官大人，事实证明，原告所谓的关键遗嘱真实性存疑，证人证词混乱。我方认为此案没有继续审理之必要，理应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法官大人，我想请大家听一段录音，作为我的最后陈述。同意请求。老周，苏晴那份离婚协议你帮我处理干净，特别是财产分割那块模糊处理，别让他干出破绽。他没多少日子了，到时候就都是我的了。尚总放心，都安排好了，保证天衣无缝。这不是个好人。这样，这段录音足以证明，盛明红在与苏晴离婚之前就动了侵吞财产的心思。不，这是伪造的，这是合成的，这是非法证据。苏静，证据合法性，本庭自会判决。法官大人，即便我的当事人存在不当行为，那也事出有因啊。他多年来抚养原告，为盛世集团呕心沥血。事出有因，分明是你盛明红联合林婉调换我和盛英的身份，让我在海外流落10几年，并且盛明红，你串通林婉杀害我妈妈，这一桩桩一件件，我都会诉诸法律。我要为我母亲拿回原本属于她的一切。本庭宣判，根据现有证据链，足以认定被告盛明红存在故意藏匿、侵吞继承人盛玲遗产的行为。被告盛明红需在判决日30日内返还其吞并的所有遗产，包括但不限于现金股权及其子妻，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哎呀，这下盛家完蛋了！你这个逆女！今天林韵正式推出我母亲苏晴的遗作系列，这些作品里包含着她未完成的梦想。盛总，经过这次风波后推出这个系列，你有什么感想？这些是我母亲的心血，我必须让他们重见天日，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值得。我代表骆氏集团宣布，向林韵注资5亿，全力支持苏醒女士的设计系列。5亿，这么多！陆总，这是否意味着您和盛小姐的关系？我一直相信盛玲的能力，也相信苏晴女士的设计系列。凭什么？凭什么他什么都有？盛玲，你等着，我不会让你好过的。怎么了？没事，只是觉得风暴还没有完全过去。有我在。齐星寒，我们不能就这么认输。沈音，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不，我还有办法。我知道一个秘密，关于陆恩佑的。你还要玩什么把戏？上次的教训还不够？这次是真的，
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我不可以先这样做，我在身边。说下去。只要我们能够离间圣灵和洛恩佑，那接下来的一切就都好说了。那么简单吗？那4大家族另外3个人，你以为他们真的只甘愿做配角吗？他们同样喜欢圣灵，只要我们能够好好利用。圣音，你确定这次不会像上次一样搞砸吧？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圣灵把我害成这样，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好，那就让我们最后再来一局。为了我们的复仇。哎呀，真好呀，可喜可贺。这一杯，敬圣灵，敬他的勇气，更敬他的重生。好，干杯，干杯！恭喜，恭喜！确实是喜事，恭喜，恭喜啊！看他们是哪般配啊？圣灵，嫁给我！我要让整个京圈都为你俯首称臣。你确定吗？我可是很难伺候的，我也不会轻易为了任何人改变。你不用做任何改变，我爱的是所有的你，是任何情况下的你。那个敢爱敢恨、明媚张扬的圣灵，才是我一直想要的守护的人。你可以拒绝，但我会让所有阻碍消失，包括你的犹豫。这么重要的时刻，我们做父母的怎么能缺席呢？玲玲啊，虽然之前呢我们确实是有误，可终究啊是一家人。妈妈特意呀祝福你来了。是啊，圣灵，咱们毕竟血浓于水嘛。之前是爸爸不对，以后啊咱们一家人好好的啊。这里并不欢迎你们。现在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认了是吧？圣灵，你不要被金钱蒙蔽了双眼。我看也是时候把事情的真相揭露给你。这场戏到此为止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什么戏？怎么回事？玲玲，爸爸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被这种人蒙蔽。你知不知道，从一开始就是这个洛恩又给你下的圈套。从前几年，那只出现在圣婴面前的猫，再到后来，他让齐静涵的堂妹怂恿你接近齐静涵，还有圣婴的回国之后的种种，这一切都是他暗中策划的。谁给我下套，我自己心里清楚。玲玲，洛恩佑这个人就是精于算计，无花成果。我上次被外卖员绑架都是他指使的。既然今天各位都到齐了，声音小姐也提到了那个外卖员，不如给大家看段录像吧。是我妈林婉调换了我和圣灵，还有圣灵的母亲。那场车祸不是意外，是我妈在她的刹车片上动了手脚。这太坏了！天哪，真没想到他们盛家还有这么一出呢。哎呀，
这张王牌会让你们牢底坐穿，相关证据我已经提交给法律部门，你们就等着接受审判吧。你们这些人根本不配做圣灵的家人。从今天起，我宣布，圣灵将与你们盛世再无瓜葛。自从我妈死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家人了。今天，在场的诸位都是见证，我圣灵和圣家恩断义绝。保安，把这几个不速之客带到保安室，交给警方处理。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现在能给我答案了吧？给我戴上。